一般我们剪短发的鬓角都是比较轻柔、比较偏尖锐一点的感觉比较多。今天这个鬓角呢，我们剪的会有顿挫感，包括它一个刘海。这个分区呢，我刚刚已经分好了，是一个圆弧形的分区。那它分区的一个高度呢，我会前面的一个发际线大约3指位的一个高度，后区呢枕骨点与黄金点的1/2处，这是两边的高度。以顶点这个地方为中心，把它画一个圆形就可以了。我们修剪的时候呢，会从中心线这个位置呢开始，取一片垂直的一个划分线，提起来。那我的角度呢会带到一个90度，因为这个头发刘海呢会剪得比较短，所以呢刚开始呢我们不需要把它留得太长。90度提起来，剪一个去除。当我们把这个头发放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刘海的一个落点，也就是它上面的一个层次呢是在发际线以下，下面头发呢是在眼睛以上。等会儿呢这个刘海有我们足够的一个修饰调整空间的。刚开始呢不要剪得过短。下一片头发，把它呢靠向之前一片，一直剪到转角线的位置，靠向之前一片，到转角线，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刺点的一个位置，还是一样往前靠。这样的刘海呢，我们大致的一个长度就剪完了。剪完了之后呢，边缘这个位置我们是划分一片垂直的发片，直接划分过来。如果你还是一样划分这样的一个横向发片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会比较耽误时间。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也比较窄了，我们直接可以一片把它剪完。把它提起来，水平地面提拉。那如果我们角度拉得高，这个鬓角呢就会长；角度拉得低，它呢拉得高它就长，拉得低呢它就会短。刚刚选择的视角呢，它几乎是一个水平地面的角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鬓角目前呢是比较尖锐的，我们平时剪的比较多。等会儿呢我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把它剪得有顿挫感一些啊，不要这么尖锐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从这个视角看的应该会比较清晰一点。提起来往中间靠一些，到这里呢再来一片啊，就到外眼角。还是一样，分到耳点的这个位置，我会把它竖起来，水平地面提拉。漏了一根啊。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刘海呢，它是比较薄的，我拉起来呢，把这些特别薄的部分先把它剪掉，因为它呢肯定是不会保留的，先把它剪掉，把这个边缘线先剪好。剪完过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剪后边的一个层次。后面的头发呢，我们一样会剪一个去除层次，或者呢把它剪一个轻堆积，都可以，两种选择。我们看一下，把头发提起来，我选择呢把它剪一个轻堆积。还是一样，内斜的一个发片啊，第一片垂直。大家会发现这个后续修剪呢和上一款发型它是非常相像的，它几乎就是一样的。微微的往后靠一点点。到
耳后点还是一样，我没有再往后靠了。为什么没有往后靠呢？因为我不希望耳后点呢太长，一直这样弄过来。一直呢和前面头发呢连贯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和前面头发就连起来了。我们来到另外一边，反手位，发片往后靠一点，往前到耳后点，这个位置呢还是一样，我开始是原位修剪，没有再往后带。再来下一片，还是一样。当然，如果你希望前面放长一些，你也可以去往后带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往哪带偏移的一个位置和我们的角度一样，取决于你想要的一个效果。再来一片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前后呢都把它连起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始修剪顶区的头发。顶区的头发呢，我们还是会剪一个上下不连接。我会先把这个头发呢从顶点的位置前后分开，然后呢从前区开始修剪。前区的长度呢会与刘海这个地方重叠，当然呢你也可以剪的把它露出来，也可以，这样呢就会更短一些。如果我们是剪重叠的话，你可以拉出来，把这个头发呢先剪一条引导线。剪完之后呢，上面这个头发呢，你跟随刚刚剪这一刀作为引导，把这个角去掉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不想以它作为引导线，那你剪完之后，比如说我是连接的，我这样把它剪上去也可以。或者说我把它往上，我只是比它长了1个手指位多一点，我这样去剪，它呢也没有问题。这个呢，提起来我选择呢比它稍微再短一点，并没有完全重叠。也就是说，比这个刘海我在梳出来的时候稍微露出来一点。这个发片呢，我会选用一个放射的一个划分线，随头缘提拉，放射划分线。一起来。以顶点为基准点放射。我这个角度呢也是一样，是一个堆积的一个层次，并没有提得很高，大约是一个45度这个样子。你想把它剪高，你把它提到均等，它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剪得越高，头顶呢就会越短。这个形体呢，它取决于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，然后呢来决定你应用到什么样的技术、什么样的角度、什么样的长度来完成它。发型呢，它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的。我们同样的一个剪法，你长度不同、刘海不同，你会发现出来的感觉呢，它就完全不一样。随头缘偏移，我们只是第一片剪的时候呢，看了下面那个引导线，参照了一下，然后再剪这些地方头发呢是没有去管它的一个引导线。现在呢，我来剪后面的头发，
后面的头发呢，我会从后面中心的部分呢开始剪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下面的引导线，还是一样，与它呢会不连。提起来，角度我不会拉得太高，还是一样，大约45度。看一下，和下面呢它是不连接的，但是呢并没有明显错开的特别多，还是一样，放矢。前面剪过头发呢，连起来就好了。和前面呢相连接起来。我们把它横向拉出来，看一下，中间呢有一点角，把它轻轻的点掉一点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它还是一样前后提起来相交的地方呢，看有没有角，有的话就剪，没有的话就不用动。这是我们湿发剪完之后的一个效果。这个鬓角你如果就保留这样的形态，它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刘海也是一样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把它呢再次的精修一下也行。等会儿呢，我会把它剪出一些顿挫感，和之前的发型呢做有一点的一个区别在这里面。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头发呢精修一下，在没有剪它的型之前呢，我还是一样会把所有的头发呢发尾呢把它点剪一下，把这些比较实的部分点一下。在柔和过的基础之上呢，会去精修它的一个刘海，把它塑造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不连接的，清晰。不要点的太多，尤其刘海的部分，你点的太多之后呢，它变得很碎。等会儿呢，我们要做的那个型，它就没有空间。为什么要点剪完之后再做呢？我的经验是，如果头发特别重、特别齐的时候，你去做那个形状，出来之后呢，硬的部分呢，它会太过于硬了，它呢看起来会不自然。下去短的这里呢，就属于刘海的一个部分。这些呢都是不连接的部分，只不过到边上不明显。还是一样，还原接口。那顿挫感的刘海呢有很多种，像我们之前剪的锯齿状，它也是顿挫感。你会发现你的进刀角度越大
大，它剪出来的这种顿挫感呢就越强烈。如果你把它放到再大一点，你会发现剪出来会更加的强烈。那等会儿呢，我们把顿挫感呢剪得稍微明显一点。我剪的时候呢，这样是45度进刀，我会比45度进刀的这个角度呢还要再偏平一点，把它放进来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呢，再往前，紧接着往下再剪。我们边剪呢，可以边看一下。鬓角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把它梳过来，一样可以把它剪一个顿挫感。来，从这里也是剪过来。这里呢特别碎的地方呢，把它剪掉。剪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呢太不也齐，太齐了，我们把它点一下。顿挫感的地方呢，不要让它太厚。虽然刚刚我剪完层次了，也去点剪了，但是呢，你切线之后呢，这个头发还会变得比较厚。稍微柔一点，这样会更加自然一点。如果你只是看起来非常钝又厚，那你发现它看着呢，它也不好看。如果想明显一点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往上再来一点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我的进刀深度也是不会把它放得太斜。平一点，平一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往上。两边呢，你也可以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，也是可以的。剪完之后呢，把这里比较重的地方剪一下。把它稍微往里面再来一点点，要剪的话就剪稍微明显一点。梳下来，梳下来之后呢，把这里呢稍微剪得短一点，让这里的顿挫的鬓角更加明显一点。如果上面顿挫感很强，下面很薄，它呢也会不协调，这样呢看起来就好很多了。这里呢有几根长点掉。正面呢，我们把这些特别厚的地方呢也是一样，我把它先点一下，然后呢再来调整它的一个形态。像这里这个锯齿呢稍微有点大，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我可以把它再剪一下，或者呢这样也可以稍微剪一下，不要让它呢过于明显。这里呢也是一样，把这个角呢去掉一些，拨动看一下，这个位置呢稍微有点长，把它呢再剪掉一些，明显的色调比较深，点一下，稍微去掉一点。这里短，这个位置呢稍微显得有点长，然后呢把它呢长度稍微去掉一点就好了啊。我们把它擦一些湿发品呢打理一下。这就是我们修剪完后的一个效果，刘海的顿挫感呢是非常明显强烈的，配上我们超短发的一个底座一个基座，让这个发型呢看起来是比较个性十足。当然了，个性的发型呢，它在沙龙现场呢它是非常挑客人的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到适合的人，然后呢再去做这款发型。鬓角的地方呢它也是一样，是有顿挫感的，我们剪的比较平整倾斜，然后呢一些犬牙交错的这种感觉。我们会员频道新增精选课程，欢迎大家加入。